已经崛起的强大的中国不是印度可以招惹的。我们希望印度政府和军方呢，始终保持这样的清醒和理智，这对印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名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印度发现呢，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中国。印度教徒报对中印边境局势做了一个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援引印度方面的情报内容，向媒体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解放军的动态。我们来看看印度人是怎么说的。一个是解放军在战场环境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20年的时候，前线的设施可以容纳2万部队展开，如今呢，已经具备了容纳12万部队展开的条件。解放军新疆军区有4个满员的陆军师，保持着2个师在一线，2个师在后方休整的节奏。其中1个师的装甲团已经开始换装154式轻型坦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解放军在边境附近配备了红旗9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还有300毫米的远程火箭炮系统，这样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印度也有同类型号，但是解放军的型号是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而印度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看来呀，印度情报机构对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新闻还是很关心的，对西部战区的公众号也看得很认真。我们想让外界知道的东西，他们都知道了。比如说西部战区的军事斗争准备活动或新装备的演习训练，印度方面看得挺认真。不过呢，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放在印度当面，打算投入多少兵力，恐怕都是印度人猜的。这当中也不能排除美国向印度提供情报的可能性。从军事上看呢，中印边境的主要问题就是天候地理环境差，长期驻守代价大。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道路崎岖，空气稀薄，高寒缺氧，对武器装备的要求非常特殊。部队的快速机动、长期驻训和后勤保障都非常的困难。这些问题啊，解放军存在，印军同样存在，但是我军能解决，印军却无法解决。由于印军咄咄逼人呢，我方被迫下决心对中印边境战场环境进行全面的整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的增强，我们解决了高原施工的很多的装备和技术问题，结合边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幅度的新改扩建。在特种军需备装研发、高原军用物资的运补、卫生勤务方面，能源保障、搜引保障这些后勤保障领域啊，我们是集中的力量进行了突破。现在很多的方式、方法、手段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一大批适应高原高寒环境的先进的武器装备、保障装备配发一线部队。那这些努力极大地改善了解放军边防部队在边境斗争中的环境和条件，其中有很多的技术、装备和方法都是中国的斗门捷技，解放军的机械化山地部队装备的154式轻型坦克和高机动性的轮式战车，这些装备全球首屈一指。可以说，任何国家的山地机械化装备体系都没有解放军的齐全配套。也就是说，印度拿出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能和我军相抗衡的山地步兵装备。在红旗9防空导弹和03式火箭炮这些大型攻防武器方面，从运载车辆到武器系统本身，中国都对其进行了高原适应性的升级改造。而印军的同类装备是进口自俄罗斯，本身它是没有高原山地作战功能的。至于解放军空军在作战飞机、无人机、预警和空中指挥系统方面具备的优势，印度就更没地方去买了。因此呢，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呢，军事平衡已经基本倾倒。我们之所以没有用武力解决问题，一是为了避免干扰、影响主要战略方向的斗争态势；二是印度方面呢，逐渐清醒起来了，注意了不再跟着美国起舞来刺激中国。事实就是这样，已经崛起的强大的中国不是印度可以招惹的。我们希望印度政府和军方呢，始终保持这样的清醒和理智，这对印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